俺朋友想用他的金手链换俺家的金锭，谁也不给谁补钱。你看看我是不是吃亏了？用过去的金锭换金首饰肯定吃亏，因为他们俩就不在一个档次。你说你图的啥？来，我先瞅瞅。我就图一个开心，再加上好看。古董还不当吃不当喝了，这黄金首饰金灿灿的，戴上多好看啊！这个首饰戴上确实是好看，关键是你和恁朋友这两样东西挺搞笑。明面上你这个是3两的金锭，从上面的刺口来看，应该是民国时期的。这如果是真的话，肯定不按克来算。而你的这个光珠手链，这颜色怪怪的，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而且这上面连个钢印都没有，恁俩这是半斤对8两啊！听不懂你们说的专业术语，你就说我吃不吃亏吧？我主要关心这个经济价值。那如果是真的话，你肯定吃亏啊，因为古董比这个黄金贵啊，毕竟它是100多年前的东西。论重量的话，你这个金锭100多克，它这个手链也就20来克吧，重量也不在一个级别啊。关键是我这个金锭卖不掉，去古玩街别人都瞧不上，去金店换别人也不甩我。难道你就没想过别人为什么都拒绝你吗？那做生意都是要挣钱嘞，你得给别人利润。古玩街他懂行，他不要有可能是赝品，金店不甩你啊，有可能他们不懂。你没发现他这俩颜色都不一样吗？我看出来了，我朋友这个手链戴好几年了，上边是应该是有沾了灰，去金店的地方到时候抛抛光就行了。那听你这解释，那只能说明你太天真啊！黄金首饰根本就不会氧化，你别说戴几年，你就是放100多年，它也不会氧化变色。你这分明就是氧化变色了。你找金店啊，你到时候去咨询一下，你问问他们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。我还没有去金店，先找你看看我是不是吃亏了。只要是不吃亏，我都宽。反正我都想戴个金首饰。那个，我刚才我就跟你们说，你们俩是半斤对8两，就像恁朋友这个光珠手链哈，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就是那种纱金，网上卖的那种纱金，就是以颜色和黄金接近，他们统称为纱金。第二种就是要么就是那种金包银。一般金包银首饰上面也不打这个钢标，比如说铸金啊999，他们上面也不打。你看这个没有，而且这个黄金首饰上面，它这个珠子都是死口，你看你这个焊的是活口，这能说明啥问题？另外再说你这个金锭，你这个金锭啊，说实话，我拿到手第一眼啊，虽然说比这个手链黄，但是它这上面的字体你看一下，这是很明显的电脑体。而且3两的金锭，我这拖着只有1半的重量，重量也不对，而且有些地方你细看的话，有些地方都已经氧化褪色了，和你这个光珠手链颜色是一样的。你这个金锭我看是赝品，应该是现代做的，材质不是黄金。这个光珠手链的和黄金差距也很大。你要是说这个金锭是假的，那不可能，这个手链是假的因为他本来就穷。他有可能买不起真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那个金锭是俺爷原来收破烂的时候收回来的，不可能假。多少钱收的呀？他原来收了可能100多块钱。100多块钱收的，你感觉他会是真的吗？因为黄金现在你也知道多少钱一克，金店卖的可能6、7百，你就像市面上那个金卖行回收的，现在都在560、7了，现在这2天涨了，可能在560多。而且你说了，恁朋友他穷，他买不起，这就对了。因为这个一般这个屌丝啊，戴的都是这种，要么金包银，要么就是这种纱金。我跟你说，老板，你可能看古董啊比较在行，但是你看这些黄金首饰你有可能看走眼了。你再给我好好看看。我再仔细看看，还是刚才那个结果。因为这个古董也好，黄金也罢，既然他们都是金的，材质肯定得是黄金。你这2样东西，说实话，我看着哪一样也不是黄金。怎么说嘞？你这2样东西，反正就是半斤对8两，那换不换都无所谓。然后换了你也不吃亏，他也不占啥便宜，反正带着玩吧。我还不相信你，我再找人看看。好，你再找其他人看看。这要不是俺孙女结婚买房子，这俺老太爷的这个银元我不会拿出来卖了。你这个是吴佩孚的军阀币，这个银元在你手里确实放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你看这背面都有包浆了。像你这种1兆币啊，市场价不高吧？你可别诈唬我。9几年那时候你也都给我好几万了，我都没有卖。这我爷这又晃20、30年了，这不能连一套房子都买不到啊。
大爷，你说这话我该咋回答你嘞？有些音乐你别说放20-30年，你就是放100年，如果说它的知名度不高，它是很难卖出一个合理价位的。就以你这个吴佩孚为例吧，这种音乐在过去就没有发行过，是有一些造币厂通过臆造民国后期做出来的音乐。你可别看不起我这个音乐呢。上面这个人是吴佩孚，要按辈数，我得喊老太爷嘞。俺老太爷给他是堂兄弟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和吴佩孚本人还有点沾亲带故，但是现实生活当中，你沾亲带故也没啥用啊。因为玩音乐最主要是讲究一个老气儿、性价比。你像原相飞龙，为什么一块能卖到几十万？就完全因为它那个币种啊，存世量少。那我这个音乐存世量更少啊。你这个姓吴的都俺这一代。因为以前俺太爷救过他的命，那救命之恩确实是无以回报了。另外，别说送你太爷一块音乐，就是送10块8块金币，那也都是应该的。可是大爷，你这个存在一个误区啊，就是恁家里边有一块，其他姓吴的子孙没有，那咱中国那么多人，你也不能保证其他人没有啊。你别以为我不识字啊。这种音乐市面上那根本都没有。我问那个加工店的老板，我问他见过没有，他说我这一块他都没见过。那个加工店，首饰加工店呗。那他没见过太正常了，因为以前去首饰加工店加工银镯都是袁大头居多。至于你说市面上没有的话，他就没啥依据了。基本上在家放了音乐，谁也不会拉喇叭说，对吧？俺家放了有这音乐。你也别给我说那些没有用的话了。我看你这个人靠谱，我才叫音源给你拿出来。你说我这个音源顶几十万吧？几十万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你这个音源，我给你讲2点最重要的。第一，吴佩孚他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军阀。像我们常见的其他军阀，你比如张作霖啊、曹锟、徐世昌、李元洪。他们都发行过军阀币，军阀币啊就是公开发行过的纪念币，而你这个却大不同，在我们行内纯属臆造。臆造啊，就像你我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音乐，在音乐圈里边它都不是正规军，说白了就是没有人认可它的知名度，仅此而已。第二个点就是音乐铸造了时间的问题，你要是放解放之前铸造的音乐，现在都是无机文物，因为他们有一定的这个研究、收藏、参考价值。而现在通过模仿1比1做出来的音乐，都被称为真银假币，用料确实是银子，但是币面它没有老包浆、老味道，做工经不起压力各方面的检验。而你这一块就是这样。你啥意思你说这么多，你至于我这个音乐是个假的吗？你也别含糊了，我只想听价钱。不是我多少万吧？不是质疑，是肯定。因为音源的辛劳啊，它都是由包浆状态来决定的。你这个音源虽说有包浆，但是这状态并不牢。虽说币面对吧都是那种全身打，但是整体压力却不够。你看它的便池，尤其是它的便池软了不行，也就是一个银价200块钱。200块钱啊？你是不是喝酒喝多了？你给我搁这乱报价？没有。200块钱，我都是砸烂完，去卖破烂，他不能只顶200块钱呢。砸了卖破烂，那你和不砸没啥区别。刚才我跟你说了，它就是一个银价，因为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，而你这个我看成是也就8成银子吧，不管怎么说，也就是一个银价。其他的你再高了也不会有人要，因为懂的人不会买，不懂的人不敢买，所以基本上情况就这样。那我肯定不卖，你给我吧，我不卖了，你叫我气得肚子疼。别生气啊。